解放军5直21被誉为阿帕奇杀手，这个说法听起来很震撼，但问题是，它真能达到挑战美军 AH-6C 守卫者战斗直升机的实力吗？好，最近我们看到大陆的网民拍到了一款大陆正在全新研发的一款战斗直升机，他们从直升机的旋翼的形式，还有以及包含它飞机的这个尺寸做了一个推测。这个推测是什么呢？它是由现在中国大陆直20系列去做修改的，也就是直20通用直升机，它包含舰上型的跟陆军型的，参考目标呢是美军的黑鹰直升机。那这款新的5直21包含机身，还有尾横，还有包含这个后面的这个尾旋翼，以及飞机的这个大部分的配置上面来说，它其实跟直20有非常高度的相似，所以可能是直20底下一个新的延伸计划，就把它定名为5直21。那这个5直21网友们推断它是装了一具大型的涡轮发动机，是因为是直20型的直升机，它装的发动机，它把它使用到直21上面，为了要让战斗直升机前后纵列座舱能够发挥它一个飞行员跟武器官的配置，所以它采用了双人的配置，也就是飞行员跟武器官。因为直升机体积相对来说大，它可以带更多的航空燃油，所以航程超远，传闻可以跨海，也可以具备空中加油这样一个能力，具备长航时的巡弋能力。那另外装甲防护这个方面呢，它有强化机体的装甲，针对抵抗地面轻重武器进行优化设计，这个倒是很重要，我相信它一定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在新一代的载台上面来说，对于人、对于战斗员的保护绝对是要更下心力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透过长期稳定训练的这些战斗员，才是武器真正能够发挥战力的重要依据。即便这个载台被地面炮火击伤了，或者是击落了，那上面的人要能够最大程度的让他能够保证他的生还的这个能力。这个你看，包含美军的黑鹰直升机或是阿帕奇战斗直升机都做到了。所以我认为直21在这个部分一定也有相当的强化，这个部分它才能够让它未来中国大陆解放军的飞行员在操作这款飞机的时候有更好的安全保障。那另外雷达跟感测系统呢，我们看到就装着先进的光电瞄准系统，未来呢预期还会配备包含机载的毫米波雷达。因为像现在一个阿帕奇战斗直升机不管是 AH-64D 长弓阿帕奇，或是守卫者阿帕奇，也就是 AH-61，它都可以配备长弓毫米波雷达，可以扫的地面上有哪些敌方目标一清二楚，然后攻击其中的这个目标，能够追踪的多，攻击其中的这个部分，这个其实是现代战斗直升机所必须的这样一个战斗效能。那另外像它的武器系统直21，因为未来它是主要反地面作战之用，它可以装反战车飞弹、空对空飞弹、机炮，而且具备无人机群的协同作战能力，也就是具备所谓的网络指挥作战这个能力了。那另外作战特色的话，它强调因为航程超远嘛，它可以跟无人机协同作战，甚至进行数位化作战。它未来担任空中指挥节点的角色，也就是说，未来直21的武器官在空中它未来会更忙。也就是说，它除了自己本身的这个作战任务，它也会要让它的本身的飞机呢，能够具备网络中心作战节点这样一个重要功能。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阿帕奇战斗直升机。阿帕奇战斗直升机发动机的这个型号，它都跟你讲得很清楚，是 G1 的 T700 发动机而且是次型号 701D。所以它的这个总出力呢，大概差不多是2000匹马力，以前是1500匹，现在多了500匹左右。那另外，它其实也是传统的战斗直升机配置2个飞行员其中一个是武器官另外一个是飞行员。然后呢，飞行员主要操控飞机，武器官操控机上的非常复杂的对地作战这个系统，所以它是2个人。以这个最大航程来说的话，因为阿帕奇战斗直升机它是一个陆军当初研发给陆军的这个战斗直升机，所以它本身也是就是设定它出去作战的时候呢，大约1900公里左右是它的最大的航度我们讲 ferry 这样的距离。你如果说要把这个航度距离来算到真正作战半径的话，大概差不多500公里左右。为什么一来一回500？那你还要留一些大概在战场上滞空可以超过1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所以这个时候它的作战半径大概是480公里到500公里左右。那至于就是说防弹装甲的这个部分来说，其实这个阿帕奇战斗直升机过去吸收了非常多地空作战中的实际经验，所以它的这个座舱在战斗直升机里面来讲是非常优异的。也就是说，它既具备防弹座舱跟防弹玻璃，而且呢它也抗坠。什么叫抗坠呢？也就是它的起落架上面这个我们讲的口胸也就是避震器或者说吸震器设计非常的良好，甚至于这个大家都还有印象嘛。我们台湾中华民国陆军也曾经有一架这个阿帕奇战斗直升机H-6C 在做训练的时候呢，在云中空间迷降，到最后用非常高的速度坠落地面的时候撞击地面的这个民房，
飞机本身撞个稀巴烂，但是2个人都没事，都有轻伤啦，也不是说真的完全没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阿帕奇好了，或者说是 AH-6C 守卫者战斗直升机，它本身对于组员生存性的重视性你说飞机那么高的速度，这样整个撞上好这个建筑物，2个人居然受了点轻伤，这实在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它本身除了就是有非常好的吸震力之外，另外它的这个座舱可以直接承受来自于俄系的23公里的这个机炮的直接攻击，所以它的防弹效果也可以说非常的棒。那它的这个雷达感测系统来说，除了我们看到它有光电侦搜，还有包含雷射标定之外呢，另外它装在直升机主为尾顶的长弓阿帕奇雷达，才是真正 AH-64D 到 AH-6C 最厉害的这个地方，因为它可以追踪非常多的这个目标，而且攻击其中一定数量的这个目标，这是它最厉害的这个部分。那武器系统以 AH-64来说的话，它都有配备一个 M23 洞的30公里链炮，那另外它也有地狱火飞弹，它上面也可以装4个这个飞弹的发射架，一共可以装16枚的地狱火，或者是把其中部分呢在翼阶上另外再加上刺针飞弹，用来干嘛呢？攻击敌方的这个战斗直升机，也就是它可以针对地面的战车以及敌方的战斗直升机进行作战。以作战特色来说AH-64系列这个战斗直升机，它具备有非常成熟的作战经验，而且它全天候火力非常强大，而且它抗战损能力也非常强，具备网络中心作战与无人机作战的协同能力。以 AH-64这个系列战斗直升机来说，它从第一次波湾战争最早的 AH-64A 打到第2次波湾战争的 AH-64D， 再打到最新的改良型 AH-61，它其实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可以算数十年的这样一个实战经验。所以其实以这个 AH-64战斗直升机来讲，它其实可以算是一个久经征战的老兵它是在实战经验上来说，的确是比它的对手直21要丰富的非常多。那另外当然在时间上来讲，5/21它也的确是具备有后发优势了它最近才刚研发而成，自然你说在概念上来说要比阿帕奇或者说守卫者战斗直升机要先进，那是应该的，一定要的。但是我们也看到阿帕奇或守卫者战斗直升机用了再过几年，它也要进行中寿性能提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一个飞机出厂用到现在，如果你算用了30年，大概差不多在它服役到一半的时候要做性能提升了嘛？因为你刚开始买的时候呢，并没有办法预测10几年或20几年后的战场变化，或是敌方的武器是否进步。所以到了服役一半的时间的时候 ，H-61也快要做中寿性能提升了，它就会让它自己本身更新的这个装备会比现在直21在研发过程中会有更好的配备，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当然，另外直21它说有一个号称30公里的反战车飞弹射程，也有100公里的雷达距离那当然，这个时候你想到如何克服地球这个曲率，因为你说以战斗直升机来说，它怎么样都要能够在低空来飞。那低空来飞的话，相对来讲，它的雷达或者说它的反战车飞弹就不可能看那么远，因为你说一般军舰来讲，像以神盾战斗系统最早的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神盾巡洋舰来说，你可以看到它在水面上建上4面大的这个神盾雷达，其实再远再远再远，大概只能看到30多公里外了。为什么？因为地球是曲的嘛，有弧度的嘛。战斗直升机飞的高度，如果在地面作战上差不多比神盾舰的桅杆要稍微高一点，大概是这样的高度的话，它再怎么样，差不多也只能看到30公里外，除非它有这种所谓的无线电中继，也就是它能够本身透过无人机在空中做的无线电中继，才有可能看到30公里外。如果单凭它自己的侦搜系统，雷达也好，它其实是很难看到超过30公里以外的敌方战车。所以也就是未来直21要真正能够发挥它的战场效能的话，最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必须要能够有无人机在前面帮他做这个哨兵。好了，当然也有人问，到底是海剑2有优势，还是50/21的这个飞弹强？以海剑2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射程非常大的这样的防空飞弹，它并不具备准区域防空。那50/21也的确有反舰飞弹，而且它发射反舰飞弹距离也相当远。但是今天我们也要看到，海剑2或许可能在实战上它打不到在30公里外发射飞弹的50/21，但是它可以打50/21发射过来的飞弹吧。海剑2不是只有一个只能打敌方飞机的功能，它这种防空飞弹也可以用来防范对方的反舰飞弹。也就是说，当你一个海剑2是针对敌方甚至于接近音速或超音速的飞机，这个时候你所发射的反舰飞弹，而且还要直升机载得动的。直升机载得动的这种飞弹就不太可能是一个超音速飞弹，因为超音速飞弹它的大小一定相当大，而且重量相当的重，所以50/21能够载的飞弹，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类似4音速的飞弹。那这个飞弹发射过来的话，这个时候海剑2其实还是可以用来拦截敌方所发射的这个反舰飞弹。那当然，在台湾的复杂地形譬如说，你看我们的战斗直升机躲在树子后面或建筑物后面那这时候可能得冒一个小小长弓阿帕奇雷达来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反登陆作战跟攻方的战斗直升机
其实就必须去设法避免我们守方的防空飞弹炮火，以及我们战斗直升机在后方对它所发动的猎杀式的这个逆袭。所以其实战斗直升机如果从海上来面对陆地上的守方，其实它本身在战术上或战场上来讲，它其实是比较屈居一个所谓的战术低位。因为为什么海上来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那这个时候我们所有在海岸线后方躲在树后面的也好，躲在建筑后面也好，甚至于在空中停旋，然后随时准备发射机载这个刺针飞弹来猎杀直升机来说，对方进行登陆作战时的这个战斗直升机，相对来讲它的脆弱性以及被攻击性是高的。我们看到大陆的确也随着它的国防资源越来越多因此有更多更新的这种武器不断的出来。像我们看到它5直10现在也外销了，为了要能够让性能上超过5直10，因为5直10毕竟他们在这个发动机上面来讲，当初原本在研发的阶段本来是要使用这个加拿大生产的普惠发动机，但是后来因为禁运让5直10没有办法配备这款发动机，那后来他们用自己的国产发动机顶上，但是否能够让5直10真正达出它原先所设计的这样一个性能需求，这个我们其实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得知，但至少我们看到它除了5直10之外，它也规划了更新的5直21，希望能够借由网络中心作战，然后提升中国大陆战斗直升机跟地面装备的协同作战的这样的实力。所以其实矛与盾的过程之中永远是当你研发了一个新的矛，对方就会产生新的盾，然后你要攻克对方的新盾，你就要去再做更好的矛。从5直10到21，中国大陆各个武器系统研发的这些研究所都非常努力的在做事情，而且也非常认真在做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而且并且要留心大陆的这个武器系统发展这个地方。你认为谁强？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别忘了订阅、斗内、加入会员，最重要开小铃铛，开小铃铛，开小铃铛很重要。狗力共撒拜，跟你讲3次。我们下周二晚上8点再见。